半岛局势进一步升温，两枚战术导弹升空，美国正在点燃火药桶。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声 Talk。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心彻底是放在了中国身上，这早已经是外界普遍共识了。而亚太地区最为敏感的半岛局势和台海局势，又是美国放火的重心。如今两枚导弹从半岛升空，中国恐怕要为未来的突发状况早做准备了。综合朝中社和韩联社的消息来看，韩国3月14号探测到有2枚高速物体在38度线附近升空，事后发现原来是他们北面的大哥突然在半岛西侧的38度线附近向东连续发射了2枚战术弹道导弹，导弹横跨整个半岛，落在了半岛东侧的北部，靠近俄罗斯方向的海域。按照朝方的说法，此次发射是他们某部的第11火力袭击连在进行发射演习。但很明显在13号刚刚韩国和美国执行了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第2天，2枚导弹就在半岛升空，其针对性显而易见有一说一半岛形势的稳定对中国北部和东部沿海来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几十年前我们打的抗美援朝就已经代表了半岛在战略上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地位。只要这场中美博弈没有分出胜负，美国在半岛局势上的小动作就不会停止。虽然朝方的强硬一定程度上震慑了韩国下一步做一些疯狂的事情，但是从这次美国强行撮合日韩就能看出来，华盛顿对首尔的控制是非常强大的，甚至到了公然可以违背韩国民意的地步。随着美国在韩国不断增强军事力量，如果无法及时制止，那半岛这颗火药桶是迟早要被美国点燃爆炸的。中国或许需要早做准备。坦率地说美国想要整合韩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用于构建他自己的对华包围圈东线战场，这已经不是1年2年的事情了。但因为历史因素韩日之间的和解难度极大，尤其是日本右翼当政。因此本月初美国强行撮合了日韩和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美国现阶段缺少耐心，战略上急功近利的特点。这也侧面反映出对于当前的中美博弈美国其实并无太多胜利把握，他心虚而这对中国来说其实还是个好消息。大国博弈中其实看的就是谁犯的错误少，谁的赢面就大。而现在美国是越急，战略上留下的漏洞就会越多，错误也就越大。额外再提一下，这次导弹发射事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我们都知道朝方不止一次的发射过导弹，每次都能刺痛韩国敏感的神经。因而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方面曾经向韩国保证说，如果朝方再敢发射，他就要回击。结果2月底一次，3月中旬又一次，这2次美国人都视若无睹。这件事情已经表明了，也许美国的精力是越来越不足了，有些事情美国已经无暇顾及了。而一次又一次的导弹发射对美国可能不算什么，可对韩国人的心理冲击就不一样了。青瓦台或许难逃美国的控制，可真到了实际操作中韩国军民可就不是美国能说的算了。美国说的天花乱坠，结果到实际上却无法为韩国提供保护。因而这样的不安全感和恐慌，随着局势升级和进一步的紧张，这种逐渐积累的不满就极有可能成为我们突破美国在东北亚包围圈的重要缺口。大家觉得呢？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